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5分，我们要出发二访石花林啦。哇，亚利桑那的日出，好美哦！这个就是亚利桑那最高峰啦。我们快到石化林国家公园啦！我们到石化林国家公园啦，这个是我们第2次来了。我们到了游客中心，石化林国家公园，它的国家公园的牌子，每个都好大啊。哇，这个就是打磨过后的那个细花木。哇，这个好漂亮啊！我们现在来到泰波尼观景点啦。这个啊，就是从那个石化林国家公园北侧进来的第一个点。这里啊，哇，你看这个就是亚利桑那州的2D地形，人家都一个一个七彩颜色的小土丘。石化林国家公园啊，它是位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东北部，因为公园里面啊有大量的这种细花木，因而得名。这边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细花木森林哦。北边啊是颜色很灿烂的2D景观，然后就像彩绘沙漠这样。然后南边啊就是很鲜艳的岩层和细花木的聚集地。这里啊也是世界上欣赏这种三叠纪末期化石最好的地方之一哦。我们现在要开始来走这个彩绘沙漠边缘步道了，它只有0.5迈，可以一直走到那个彩绘沙漠旅馆去。彩绘沙漠啊，是在16世纪中期的时候，它是有一群西班牙探险家发现的。哇，他们就惊叹这个奇幻之地的岩层啊的色彩是这么的缤纷。所以啊，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叫做彩绘沙漠。这些细小的颗粒中啊，因为含有大量的铁锰等这些化合物，所以就会呈现多种多样的颜色。这些啊，在不同的天气跟不同的光照之下，色彩浓艳就会不一样哦。哇，我们现在到彩绘沙漠旅馆啦！哇，这个彩绘沙漠旅馆啊，它现在已经是国家历史地标了哦。这一个旅馆啊，是这一种普韦部落复兴式风格的这种里面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作品。这一栋啊，它是建在1930年的时候，它是由10块泥砖灰泥所建构而成的。你看，它上面有平坦的屋顶，还有圆滑的边缘，还有木头的梁。在1930年代啊，那个国家公园管理局它把它买下来，把它重新改造过了啊，但是它经营权啊也是数度易手，然后也有几次是关闭的。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博物馆，然后在这个旅馆里面啊，到处都可以看到色彩缤纷的壁画哦。然后这个要被称为盐湖壁画，然后大部分都是在讲述原住民的故事。它这栋建筑物啊，结合了印第安普韦部落跟西班牙殖民式建筑而成的这个普韦部落复兴风格式的建筑。然后旅馆的后面呢，有一个塔奇纳 Point。这边可以看到色彩很丰富的彩绘沙漠，因为这边呢，你看每一个沙丘上面都有不同的颜色，有七彩的颜色，像彩虹一样。你看这个彩绘沙漠啊，因为它们的沙质里面啊含有不同的矿物质，如果是含有氧化铁跟锰的话，就会呈现这种红色。哇，这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彩绘沙漠。我们今天是2月出来的。然后今年亚利桑那这边没有下雪，天气就还好，不会很热，也不会很冷。我们到莱西点啦，这边之所以叫莱西啊，这是因为纪念爱荷华州的一位国会议员，他的一生啊，为了保护这些珍贵土地上面的动植物啊，还有一些资源所做的努力。然后尤其是啊，他在1900年的时候，
他所立的法案叫做莱西法案，然后才能够让这些美丽的景致可以保留到现在。哇，这里就可以看到紫色的岩层，还有橘色，还有点缀着一些绿色，这边蛮漂亮的。你看，这是唯一62号公路有跨越的一个国家公园，所以只要你来到石化林国家公园，就一定会走过这一段66号的旧公路。66号公路啊，是在1926年开通的一条公路线哦，它曾经非常的风光。但是随着很多洲际高速公路的发展啊，美国66号公路啊，在1985年的时候，它正式从美国国道系统中除名了。其中啊，在石化林国家公园这边，它这边有放置了一些66号公路的纪念的摆设哦。这一台啊，就是很经典的66号公路上的古董车，它是有着非常经典的复古西部风情的外形哦。然后 I40啊，把石化林国家公园切成南北两侧。现在我们要通过 I40，然后到石化林国家公园的南侧。我们现在到普埃科普韦部落遗址啦，这边大概要走0.5迈。我们已经来到第一个那个遗址的地方，前面那一个看得到一些那个土砖墙的地方，那就是古普韦部落的地方。这边呢，大概是在600多年前，印第安普韦部落人在沿着这个普埃科河附近所盖的这些遗址。这边呢，有大概超过100间房子的普韦部落遗迹，然后还有大概有200多个人在这里以务农为生。哇，他们现在在修复遗址哎。我们在这里啊，可以看到一些古普韦部落人他们的一些壁画。哇，你看有送子鸟的图案，这个好像是水鸟抓到一只青蛙哦。那如果是送子鸟的图案啊，就是代表水源跟孕育生命能力的一个象征。哇，这个好像是有关于天文方面的一些图腾哦。哇，这边有2个像人脸一样的图腾。前面这里还有一个仿古的那个普韦部落建筑，你看这是土砖墙，然后用那个木梁作为天花板。我们来到报纸石啦，它是在石化林国家公园里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景点哦。你看上面标了好多哦，可以看到人、蜥蜴，还有狗、羊。考古学家有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些文字，有的时候啊，原住民用它们来记录日照时间，还有月亮的阴晴圆缺。有时候会记录一些生活的大事情，或者是一些家族里面的大事。因为刻得密密麻麻的，所以就叫做报纸石。我们到布鲁梅萨啦，这个地方上一次我们本来要来，结果它停车位太少了，没有停到车子。这次来很幸运，刚好有位置，我们去走。国家公园 mark， 结果没有图案，只有形状。这个圆形 loop 一迈，后来就有蓝色不同颜色的岩层，好漂亮哦。布鲁梅萨就是蓝色的台地，颜色都比较集中，属于淡蓝色系的。那其实也有一些黑色跟灰色，那这一面就比较黄色、浅黄色跟土黄色。哇，我们现在就走在这个布鲁梅萨里面，你看，就有一片一个像平台一样的这个小山峦，其实就很像是2地的地形。这都是光秃秃的沙丘，前面有一整排的那个被冲刷出来的细花木。堆在那个中间，你看它就会断成一节一节一节的。这个布鲁梅萨，那之所以会叫蓝色台地，就是因为它裸露出来的颜色比较多是属于蓝色的部分。可是实际走进来，我发现紫色还比较多，然后还有像对面你看那个土黄色的跟淡黄色的也是很多。我们捕获一颗无敌超大的细花木，这个刚刚在那个他们的介绍里面也有出现这一颗。那你看这么大一颗，那它上面就有一个 overlook 观景台，就是让人家看到这一颗细花木。那你看它真的已经
从树木演化成为宝石，这是一个太惊人的2亿的变化。这一块好漂亮哦，这块是整块的玛瑙了耶！哇，你看，好多细花木的碎片，哇，真的是太神奇的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到玛瑙桥啦，我们现在走过去看看。哇，前面这个就是玛瑙桥啦，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细花木。那它以前是可以让游客走上去的哦，走到那个桥的中央去的。经过岁月的摧残，它现在已经不堪人家踩上去的负荷了。所以它下面还有再加了那个水泥的拱柱，把它固定起来。那现在你看，你也不能走上去了，已经关闭了。我们现在到碧玉森林的 Overlook 啦。碧玉森林这个 Overlook 啊，是这里最早开放观光的细花木森林哦，所以这边又称为第一森林之称。这边呢是一个很荒凉的山谷，你看这边到处都是这种散落的细花木，好多这种红色、橘红色的这种一点的，都是那个一大块的树干的细花木躺在这个山谷中。在19世纪末跟20世纪初的时候啊，有一些玉石的收藏家跟一些商人，就是把这里的细花木切割，然后甚至把它炸碎来贩卖，所以这边有很多这种细花木都遭到破坏。然后一直到1906年，这边变成一个国家保护区，然后才禁止这种行为。我们来到水晶森林啦，然后这个步道其实还蛮长的，0.8迈。然后因为这里我们上次已经来过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不走了，我们只是要来再看一下那个细花木。哇，你看这边散落在地上，全部都是细花木哦，好多。然后之所以会叫水晶森林啊，就是因为这边的细花木多到太阳照射下来，它就会闪闪发光，像水晶一样。这里以前啊是一整片的热带雨林。火山爆发啊，或地壳变动啊，而导致这一整片的热带雨林瞬间被埋到地底下去。然后因为这里干旱，然后也缺乏氧气、缺乏水分，就这些树木就不会腐烂。再加上这里的土壤啊富含2氧化硒，是火山灰，所以就加速了这个自然界所谓的细化过程，就变成了像现在的树木的化石。我们到彩虹森林博物馆啊，同时这个也是游客中心。然后这里在2亿年前啊，2亿多年前，这个附近啊是一大片的森林跟河流，而且在这个时候啊，就已经有一些石头跟化石在河里面累积了，然后也有小恐龙在附近游走哦。我们现在走大木步道，0.5迈哦。哇，你看这个跟之前的水晶森林啊，或者是矿物森林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的几乎就都是红色的，而且比较大。这些石化的木头啊，这些细花木原本是来自于森林里面的树木，在这些树木枯干死亡以后，河水冲刷的力量啊，就把这些树木切成好几块，然后把一块块的树木带到下游去。然后再经过亿万年和河道中的矿物质结合，就慢慢的石化跟变成细花木。你看这些在阳光下的这些树干啊，好像好多这种没有经过雕琢的这种玛瑙啊、水晶啊、各种璞玉啊，就在我们的面前。然后从这些小小的碎块，还有这种大木的大树干，在这园区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得见。这个就是老钟石细花木啦。这个老钟石细花木啊，大概有10.7公尺哦，大概35英尺长。然后在1962年的时候啊，曾经遭到雷击过，国家公园啊就有把它加上水泥基座来做固定。哇，你看这个玛瑙在太阳底下真的是闪闪发光，这个就是几乎是玛瑙桥等级的啦。哇，你看，真的是玛瑙桥等级的那个细花木。
哇，这一颗，你看黄色的。我们到长木步道啦。这个长木步道啊，是公园内里面最大的那个石化木集中地之一哦。如果走长木步道再加这个玛瑙屋的话，来回要2.6迈，有点远，所以我们这次就先去看玛瑙屋，看完就折回来了。这边路边随便一棵那个细花木都好漂亮哦，每一棵都透露着光亮。你看太阳照射下，就有一种闪闪发光的感觉。这个石化林国家公园啊，因为它里面有很珍贵的细花木，所以这边他们是有开放时间的，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都会有一个牌子，请你5点半以前人一定要回到车上。那个时候时间管制开始之后呢，车子就是只出不进了，因为就是怕盗采或被偷走，因为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我们快走到玛瑙屋了，前面那个4方形的房子就是玛瑙屋啦。哇，满山遍野的细花木，到啦，玛瑙屋到啦。这一间真的是全部是用细花木所建成的耶！哇哦，你看。真的全部都是用细花木当建材盖起来的，好奢侈哦！哇塞！考古学家认为啊，这个小蒲尾部落是大约在700年前曾经有被短暂的居住过。玛瑙屋啊是一个8居室的一个住宅，要从天花板才可以进去。然后在1930年的时候曾经被重建过。所以现在已经不能攀爬或者是坐在墙壁上了。现在啊，这个玛瑙屋已经不能进去了，所有的游客啊就必须保持在大概15英尺的距离观赏。真的是全部用那个细花木打造出来的耶！虽然现在已经不完整了，但是依稀还是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完完全全的细花木哎。